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程毅、傅山海角色让人意难平，他们永远活在我们心里。在这个快节奏、信息爆炸的时代，观众追剧的速度越来越快，但能让人意难平的角色却越来越少。而程毅主演的傅山海却凭借真挚的情感、深刻的人物塑造和撕心裂肺的剧情，让无数观众在剧中之后久久不能释怀。那些在荧幕上闪烁过的生命，那些带着执念与柔情的灵魂，他们虽已离开，却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。萧秋水温柔藏于刀锋的孤勇者。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程毅在傅山海中的萧秋水，那一定是悲剧式英雄。他有剑的锋芒，也有水的柔情。他曾经拥有一切，又在一夜之间失去所有。萧秋水最初是一个天真、仗义、坚守正道的青年，他相信江湖有义，朝廷有功，朋友有情。然而，命运偏偏在他最信任的人之间布下陷阱，父母被害，家族被灭，爱人离散，所有的温情与信任都在血光之中化为灰烬。程毅的表演极具层次感，他的悲伤从不外放，而是藏在微颤的呼吸、紧咬的牙关、泛红的眼眶里。那种强忍的情绪，比哭泣更让人心碎。观众看着他一步步从少年变成冷面杀神，再到最终放下仇恨，舍身赴山海，仿佛看完了一段生命的轮回。萧秋水的赴山海，不仅是复仇的终结，更是他灵魂的救赎。程毅在最后一场雨中独行的镜头里，背影孤寂却坚定。那一刻，他已经不再是那个被仇恨吞噬的男人，而是一个真正的英雄。他死了，但他也活了，活在每个被他打动的观众心里。林州忠诚与牺牲的化身。在傅山海中，林州这个角色虽然戏份不多，却是全剧最让人泪目的存在之一。他是萧秋水的挚友，是那个可以为兄弟两肋插刀，甚至牺牲自己的人。剧中，林州多次救下萧秋水，却从不邀功。他的笑容温暖，话不多，却总在关键时刻出现。他像一盏灯，照亮了萧秋水走向深渊的路。最让人意难平的是他死的那一幕。林州为了替萧秋水挡刀，胸口中剑，仍笑着说：“别哭，我知道你会赢。”那一刻，荧幕前的观众几乎同时哽咽。他不是主角，却让人记一辈子。这样的角色正是傅山海动人的地方，他没有浪费每一个生命，每一个人物都带着灵魂。林州死了，但他的笑，他的忠诚，他的义气，都活在我们心里。苏念温柔似水，却终成伤。苏念是全剧最令人心疼的女性角色，她与萧秋水之间的感情，从相识到相知，再到被命运拆散，几乎是一首血泪诗。苏念并不是柔弱的女子，她聪慧、坚定、懂事。她深知自己的命运，却仍选择去爱。那种明知道会被伤，却依然愿意付出的爱，是最让人难忘的。程毅与他的对手戏，每一场都如刀割。特别是分别那一幕，苏念含泪问：“若有来生，你还记得我吗？”萧秋水低声答：“此生不忘，来生再赴山海。”这一句再赴山海，成为全剧最令人心碎的情话。它不只是誓言，更是一种宿命的呼应。苏念的死，让萧秋水彻底崩溃。他用生命点亮了他的复仇之火，也用爱唤醒了他的人性。他的离开，是全剧最美，也是最痛的一瞬。苏念走了，但他的温柔与勇气，仍然像山间的风，轻轻吹拂在每个观众心头。命运的注脚，他们都在傅山海。傅山海这部剧的名字，本身就带着一种跨越的意味。山是障碍，海是未知，而傅山海
则是一种带着决心与信念的逆行。萧秋水赴山海，是为家国与正义；林州赴山海，是为兄弟与忠诚；苏念赴山海，是为爱与信念。他们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赴山海，穿越生死，超越命运，走向灵魂的彼岸。这正是程毅作品的一大魅力，他演的不仅是人物，更是人性。他把角色的痛、恨、爱、救赎都演得淋漓尽致，仿佛那不是表演，而是生命的延续。5. 程毅的演技，克制中的爆发，温柔中的力量。程毅的演技一向被誉为细腻型代表，他从不依赖大哭大笑去取悦观众，而是用眼神、呼吸、语调去打动人心。在赴山海中，他的每一次情绪转折都精准的令人惊叹，从初见苏念的温柔笑意，到发现真相后的目光冷彻，再到最后赴死前的释然淡笑，这是一种从心底生出的真实。有人说程毅演哭戏太狠，但他真正打动人的，从来不是哭得多真，而是忍得多痛。那种眼里有泪却不落的克制，反而让人更想为他落泪。这份情绪的层次感，正是他区别于其他演员的所在。6. 结语，角色虽亡，情永存。赴山海的结局并不完美，甚至可以说是残酷的。但正因为这份不完美，才让观众更记得他们。程毅用心演活了萧秋水，也让观众在他的眼神里看见了无数人的命运，那些在爱恨中挣扎，在黑暗中前行，在绝望中仍不放弃希望的人。当最后一集的画面缓缓落幕，字幕亮起，很多人都说我不舍得。是的，我们不舍萧秋水的孤勇，不舍林州的忠诚，不舍苏念的温柔。他们都走了，却没有真正离开。他们活在回忆里，也活在每一个被他们感动过的瞬间里。正如那句贯穿全剧的诗：山有路可行，海有心可渡。他们已经赴山海，而我们仍在途中。这就是程毅赴山海最动人的地方，不是剧情的曲折，也不是特效的华丽，而是那一群意难平的灵魂。他们用生命讲述了什么是赴，什么是山海，也让我们明白，有些人虽已远去，却永远活在我们心里。